都是32，我原本沒想降維打擊。大家都是32強，沒想到在見面時又是一場零封。狼隊以為是復仇，結果是複習。在今天0-3輸掉比賽之後，狼隊已經連續被快手餵了7個蛋了。這期蛋王的稱號終於也落到了自己頭上，而快手這邊全員夯爆了。尤其無言第3把的關羽更是被打了滿分10分，亞運會嚴選的含金量還在提升。不過第1把在11分鐘的時候，快手就被打成了0-8，句號更是在之前因為段大白給婉婉送了一個頭。而隨後狼隊帶着近8000經濟優勢連破3高，試圖一波之時，變數來了。青青想嘲諷火舞，但是直接撲了個空。此時大家忽然意識到，評論席的程老大難道又是名場面的一天？那麼在空巢老人通通發力之時，无言的狂鐵和流浪的火舞雙鬼拍門，道仔瞬間融化，狼隊少人了，只能全體撤退。就是這最關鍵的一波，讓快手開啟了翻盤之路。幾分鐘後，又是道仔直接走到對面臉上，接着在用完了1技能後，便被眾人集火帶走，屁股射鬧麻了，連掉2波，把大好局勢拱手相讓。在沒了射手之後，無言的電棍根本死不了，狼隊誰跑得慢誰是前排，子煥也被留住了。然而即使是這樣，狼隊還是差點就贏了。注意看下路兵線，句號在回城的最後一刻，幸得张飛小飞棍失誤，這下是真的留不住了，不然超級兵就將幫助狼隊取得勝利。來到风暴龍王，婉婉哪吒先手飞射手，但是與大部隊脫節，直接被集火帶走。無言卡住了狼隊多人的位置後，吃了一波傷害，掉了很多狀態。然而他在看似必死之時，忽然回頭一閃，還順便躲了安琪拉技能，元神給上一口奶，然後無言再一個1技能，居然就這麼活了下來。就是連賣2件裝備，錢還是不夠復活甲，有點小尷尬。不過問題不大。就在他扛下所有的同時，隊友們已經完成了收割。接下來就在句號快要打死龙王時，狼隊仍然想嘗試搶一下，張飛白起同時開大，但在句號金身的同時，青青運氣不好，直接被拍起。龍王此時只有192血，青青怕是急得後槽牙都要咬碎了。最終句號拿下了龍王，狼隊就此宣告在破了对面3高的情況下慘遭翻盤。大招正在冷却。第2把新版鲁班大師亮相，但是注意看 SK 給婉婉拿了個元刺，特意把元坦藏起來，不選元刺，我還以為殺絕活呢。結果前期拿了點優勢就明着來，你這裡當着凱爹的面直接就霸王硬上弓了，也太不把人當回事了。就這小身板，別逗你凱爹笑了。後面也是非要上去浪，連策劃上來打都不會拿這玩意在凱爹面前瞎嘚瑟。反觀快手這邊，婉星打出了一波新版魯大勾牆後的超遠開團，無言的馬超更是把狼隊拉扯得痛不欲生。狼隊又想開龍又想開馬超，中線也沒人去管，最終彷徨了半天，龍也沒打線也沒清，幸得趙懷真還迷路送了一個。最後一波通通的項羽一頭囊死在人堆裡，成功害我笑了一下。不過看見程老大如此開心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順便說一下，之前青青的定制物料因為印刷失誤鬧了個笑話，本來說好要印的是邊路戰神，結果商家看錯了，做成了路邊戰神，這波絕了。回到遊戲中，最後一波大家注意這裡無言換裝的手速，後面要考，沒錯，就是第3把的關羽。這把無言展示了超絕的 0.26 秒換裝，名場面發生在風暴龍王。這把快手又是被狼隊破了3路高地，在龍王殘血之時，張飛大招接拍，在兵甲控住多人，關羽再跟上一記大招，讓句號的橘子成功搶下龍王，是把這個風暴龍王給拿下了。但是正面的一個位置上，快手的狀態已經不是非常的好了。但是看一下姜子牙這一抬到对面2個人，而且抬出了一手反打的狀態，在正面關羽進去搅局，換個復活站起來吃了一手兵甲滋血，回頭給了一個没死啊！我的天哪！而无言這波超絕手速發生在這波被連控時，先極限點出血手，然後秒賣兵甲買下復活，這波 0.26 秒的換裝展示出了超絕的競技狀態。
而之所以能讓幾萬網友打出10分的滿分，當然不止這一波操作。首先，他前期就靈性蹲草，成功逮捕婉婉的老虎。後來在首家時，又一次把青青推到了泉水裡。沒錯，青青上一次也這樣被軒蕗推進了水晶。接下來17分鐘這波，又是無言激情繞後找到機會，紫幻閃現閃了個寂寞，直接被打掉點。幾分鐘後，青青達摩一閃開到隊友，無言推了一手青青之後，直奔雙 C 而去，快手1換2，成功把比分反超了。縱觀全局下來，感覺狼隊並非在藏，明顯看得出有些選手和緊張的比賽節奏格格不入。領先了不會終結比賽，總是給機會。那麼既然給了機會，就必然會付出代價。在狼隊被零封之後，接下來的比賽就有意思了。由於3組是個死亡之組，想要進 S 組，哪怕一個小局都是重中之重。對於首場就吃蛋的狼隊，形勢不容樂觀。下一場重量級的對決在19號的黃金檔，讓我們拭目以待吧。